在美国啊，因为关税的关系，是不是跟欧洲整个闹翻了？现在也浮上台面了吗？现在川普宣布哦，6月1号起哦，对欧盟课征50%的关税，而且不会再寻求达成协议哦。川普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与他们讨论了，完全没有进展，那我们也不寻求达成协议了。因此啊，他直接建议啊，直接对欧盟课征50%的关税哦，真的非常重哦。那像川普呢，严拟对欧盟课50%的关税哦，美国的财务部长来批条件差，欧盟还强硬回击哦。这个美国的财务部长贝森特表示啊，川普此举啊，意在向欧盟施压，迫使提出更有诚意的方式。可是欧盟没有在理他，欧盟直接讲，强硬回击，我们必须要捍卫自身利益。那欧盟谨慎回应川普的关税威胁哦，双边谈判的拉锯战恐怕会到7月哦。这个是轮值欧盟的主席哦，他怎么讲？他说，目前双边正处于你来我往的谈判阶段，美欧呢正在谈判，那有些在这个台面下桌下进行，那有的呢则是选择公开喊话，预估美欧谈判呢可能会持续到7月初左右。那川普的威胁对苹果对欧盟课征高的关税，现在欧股收黑下跌这个法兰克福指数呢是下跌了，所以收在23629.58点是下跌的一个情况。那再看到的就是现在呢中国此时此刻呢，不断的跟欧洲要持续的深化交流。就在美国跟欧洲闹翻的时候，现在习近平同德国总理大家通电话。那他才跟马克宏聊完，希望习近平再通德国的总理电话，要稳固这个中欧之间的关系那跟马克宏通话之后呢，习近平直接通话，等于有三方的一个感觉，那不断的在加深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那习近平呢跟梅尔茨的通话曝光了，提出了3要来巩固中德关系第一个就是要这个夯实这个政治互信，因为愿意跟德国关切的高层来交往。第二个呢，要增强关系的韧性双方既要继续做大汽车，也要培育 AI。第三个呢，要增添合作的动能，所以呢，希望德国为两国双向投资合作政策多支持更加便利。那习近平呢通话马克宏，同一天，王毅也跟荷兰的外交大臣也同样也会面了。那双方呢也达成6点的自由贸易协定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上海全球治理的理事长呢江峰他分析什么呢？他说现在中欧领导人通话互动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然后深化政治互信，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动荡的世界带来信心所以有这样的脉络存在。那中美的关税现在是不是呈现一个白热化的一个情况因为美股呢在关税措施下呢是收跌的一个情况你看道琼指数大跌了500点，标普500跟纳斯达克指数呢也分别大跌了1.2%跟1.5%。那美国媒体呢就直接点出说，日内瓦会谈之后呢，中美官员首次通话在释放积极的讯号，因为中美高层呢在进行日内瓦的会后呢首次通话，两国同意保持畅通的管道来沟通。那这也意味着现在高层是愿意持续保持通话的。那关税战之后呢，川普也自揭底牌底牌是什么呢？包括说像美元、美债跟美股那出现这个3杀的情况。那中美停火90日之后呢，结局是出现了。那现在川普呢，意外的揭开一个底牌，但可惜的是方块3不是黑桃 A， 反而是美汇自己降低了一点呢，曾经也失守了，是吧？美股所以像下跌的情况，所以像中国大陆媒体改编什么陈奕迅的10年10年之前你不属于我，我不认识你那现在10年之后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现在有个漫画点出来，10年前中国人去国外都带什么 LV 啦、LV 包包啦，这个什么 Nike 这些名牌啦。那现在呢，外国人来中国反而是买无人机买一些中国的礼品。所以中美的角色在这10年当中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现在美欧闹翻了，也浮上台面了。其实还没有完全闹翻了，这只是还可以再闹下去对，其实只是故意摆个姿态而已。实际上之前贝森特讲说他没有办法跟这些国家一个一个谈，所以最后就是美国单方面决定。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恐吓欧洲了，就是针对欧盟，因为觉得说你如果再不跟我谈清楚，再不敲定的话，那我就直接单方面决定然后现在因为双方谈判进展不顺嘛，所以川普又跳出来故意恐吓。你看，我看不用谈了啦，直接加50%啦，对啊。其实这个跟当初对中国大陆的手法
其实基本是一样，就是用这一招，就是想办法先恐吓压制你。所以川普这个什么50%啊、80%都是乱喊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告诉欧盟，如果你再不赶快低头，那我可能就要用非常可怕的关税来对付你。是，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但是欧盟也不是被吓大了，对，人家也很强硬，对，所以他还是盯在那个地方。但是欧盟现在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像中国大陆一样强硬到最后？因为欧洲跟美国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贸易逆差。是。那川普的指控说他的关税壁垒啊，或是非关税壁垒啊，其实欧盟真的也有不少，确实是有。那只是问题是，欧洲可以坚持下去吗？因为中国大陆有这个底气，对，因为美国有很多东西，它确实需要中国大陆的东西。那欧盟呢？欧盟有没有美国非要你的东西不可？恐怕他这一方面的筹码相对就没那么多。是。所以欧盟自己要去考量到你手中到底握有多少筹码。那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欧盟理论上是好像一个国家一样，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内部其实是意见分歧。那在内部意见分歧的这个情况下，美国是有机会各个击破。像比如说意大利总理就跟川普私交很好啊，对啊，我觉得他就很可能会被撬墙角，对啊。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如果面对美国真的要征收非常重的关税，这些国家可能会怕自己的经济垮掉，所以可能会私底下去跟美国谈啊。所以这个恐怕都会在欧盟内部造成很重大的问题，单点击破了。对，所以我觉得欧盟他自己能不能像中国大陆这样硬撑，恐怕变数还非常多。但是你看，他们现在也知道自己处在危险关头，所以他们积极也想拉拢中国大陆这一边。那实际上他也是在告诉美国一个讯息，就是过去我跟着你去对付中国大陆，但是现在你居然来对付我，对，那我也只好就是放松我对中国大陆的这样的这一个对抗，甚至如果你逼我逼急了，我可能会干脆跟中国大陆走在一起，不跟你走在一起啊。但是这一招我觉得对川普用处不大，为什么？因为川普的想法是有种你就走过去啊，对。对啊，你走走看嘛。对啊，你走过去试试看啊，看你跟中国大陆走得近，你有办法这样走吗？我觉得川普的想法是这样。那当然，美国手上的筹码有没有这么多？恐怕也没这么多。因为如果他持续采取这种高姿态的话，他能够撑到多久？因为马上6月就要到了，是他的美债问题马上也要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扮演这个胜利者到最后，请注意，大家都是用扮演的，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是胜利者，你看，大家都会受伤啊。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是非常风雨飘摇，非常不安定啊。是，你看这个消息一出来，包括纳斯达克，包括道琼，全部都下跌。对，因为美国人也觉得经济的变数又要出现了，所以川普能够这样盯多久，当然也是一个变数。可是我只知道，这一场闹剧如果持续这样搞下去，我觉得美国的经济会被美国人自己搞垮，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大问题。如果你长期让市场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我觉得慢慢的，我们最担心的经济大萧条可能就真的会出现。是，好，请教李老师怎么看呢？对，因为川普这次喊话就是说不用谈了，6月1号直接克50%，当然就是一个这个谈判的一个策略了。他在场外先做施压。但至少可以表示什么？表示说目前美国对于欧盟的态度是觉得欧盟态度很差，没有展现任何让步的诚意。这个一切都如同外界的一些预期。因为对川普的关税战而言，最难啃的3个骨头，一个是加拿大，第二是中国大陆，第3个其实就是欧盟。那其实，在4月2号这个一开始宣布对等谈判的时候，对等关税的时候，欧盟是被克20%。不过当时欧盟早就准备好。我们记得当时冯德莱恩他们的规划是说，我们准备对21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商品课税，而且分3个阶段。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欧盟在5月初的时候也放话，他说准备对1000亿欧元大概1110亿美金的美国进口到欧洲的商品要课关税。但与此同时，其实美国也布阵了，因为美国也放话，他说要针对大概是将近5000亿美金的欧洲进口到美国商品来课税。所以目前来说，就是一个怎么讲，在真正进入到很实质谈判里面的双方的放话。我们还记得在4月2号的对等关税刚宣布的时候，当时的冯德莱恩怎么说？他说欧盟寻求跟美国是零关税。
但是川普的讲法是什么？川普一直向外面咬定这个欧盟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大概是2000多亿这美金。但是呢，欧洲常常讲说，其实哪来那么多？因为商品这个贸易而言，欧盟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大概是1500亿美金，但美国的这个服务业非常强，美国对于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服务业的贸易顺差大概有1000亿美金，所以加减之后，大概顶多欧盟是对美国的500亿这个欧元的这个贸易的赤字，但是川普通常对外面讲法都是2、3千亿这么多。所以这个对欧洲来说是不是非常公平？但现在欧洲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它的一个后手或准备？其实是有的。那其实欧盟早就放话，第一个是他说我没有牌打哦，我们不是像若干的美国的谈判对手是无牌可打，我们本来就可以布局全球，我们寻求跟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中东，不管是中南美洲或是亚洲，要签订所有的贸易谈判协定。欧洲一直放这话。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对一些美国的这种科技业也要记高关税，是不管是谷歌不管是 Meta， 还有所谓的数位广告，这欧洲也想很久。第三个其实就是看板上所讲的中国大陆，因为可以明显看出来，目前来说，欧盟跟中国大陆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川普造成的，之前才不是这个样子。至少到去年为止，其实欧盟对中国大陆非常的强悍，不管是电动车的课关税，不管是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倾销，但现在冯德莱恩包括欧盟的一些高层官员的讲话的口径都稍微放松一些，包括电动车包括目前来说北京跟欧盟的一个接触都比过去来的频密，也包括这个2次的这通话，习近平对这个马克宏对于这个德国的新总理梅尔兹，这后面图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川普这个高关税，而且是有点不分亲疏，如果是在拜登时期，这些现象大概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欧盟还是守着它的商业上的利益。那川普是再一次的放话，但是最后会如何走，我觉得还要看之后的一个状况，因为北京大概有示范过一次，好，撑到最后，其实双方在一个时间点的时候，突然双方宣布暂时降低，再给予后续的延长。那目前就要看欧盟跟川普政府之间会不会有走到这个地步，所以后续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其实美国对欧盟征50%的关税是昨天晚上突然冒出来的讯息哈。我们大家原来以为说是美国，他说川普说90天跟各国来做谈判，但是90天还没有到，川普就拍板定案了50%的关税。当然，之前欧盟也曾提出过相对的所谓报复性的贸易关税的金额，但是后来我们看他所列的清单，其实平常讲，这个欧盟这些所列的清单，我一看那真的是觉得非常软弱、无力跟苍白了哈。是，他对美国能够报复的是什么呢？我举几样东西，大家听听看，对美国来讲影响大不大？第一个是哈雷机车哈，机车哈雷机车，对，哈雷机车，因为欧洲来讲会进口美国的哈雷机车嘛。那第二个是牛仔裤哈，这方面来讲，他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关税。但是我觉得你列的这些东西来讲，确实是感觉到非常的苍白。那美国跟欧洲这几年来，我平常讲，你难怪欧盟对这个美国对欧盟吃得死死的，看不起欧盟嘛？对，不是欧盟自己来讲的话，也没有自立自强了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是我们从最近最热门的这个印巴的空战，法国卖给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哈，后来我仔细一看，法国生产的标风战机，它留在自己国内用的只有200架。它生产那么多，全部卖到全世界去了。所以你欧洲来讲的话，包括你法国、你德国，你生产的这些武器装备，你不充实自己的国防，你都是拿去做生意，所以你都去赚钱了。那你所有国家的安全都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那难怪我平常讲，我今天要替川普讲一下话哈。你这个国家自己安全，你用这些经费，你不去买你自己国防武器，结果你要我去保护你，然后你的这个你拿这些钱你去赚钱，那美国难怪川普会生气，要对他实施报复性关税了哈，这个是难免的。是。那我想说，在前2天的话，我们听到这个川普讲了一句话，
他说欧盟比中国还可恶。基于关税的立场来讲，他对中国来讲，因为他有求于中国嘛，他很多东西需要中国，但是欧洲所生产的东西，其实它可以替代性的太多了哈，所以他就吃定你欧盟。但是话说回来了，当然欧洲来讲的话，如果说面临这次确实是也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捩点，那他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会转而跟中国做这个在经贸上面来讲往来的会更加的密切哈，尤其是当这个冯德莱恩来讲的话，他这个可能会被这个欧盟弄下台之后，那欧洲会不会跟利用这次机会就跟中国走的会更接近？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居然跟中国跟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德国总理还有法国马克宏总统两个首长都通了电话哦，甚至于意大利我看很快也会通电话。那双方到底讲了什么？但目前虽然说没有关系，可是选在这么敏感的时间之内，这个中国跟这个欧洲的几个主要经贸体的国家通了电话，可见的一定是在谈跟经贸有关的问题。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经济当然是国家安全来讲，经济是其中一个部分，那军事跟民众的心理也是必须要考量在里面。尤其是北约现在正面临这个乌克兰极可能战败之际，那如果说是美国不再提供乌克兰在军事上的援助，那必须要靠欧洲自己提供。对军援来讲，如果你不护着乌克兰，乌克兰如果战败投降，你欧洲这些国家自己要面对的俄罗斯，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其实说穿了，就像是川普自己所讲的一样，对泽伦斯基所讲一样，你没有牌可以打。我觉得欧洲可能现在也面临，不管是国家安全或者经济上面，他可能面临无牌可打。那他现在唯一能够这个帮助他的，可能只剩下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必须后续来讲，我们看到中欧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更加的密切。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这个哈佛的争议持续在延烧当中，那现在哈佛也要硬起来啊，大战川普啊。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时间序的部分了。5月2号的时候呢，川普表示将取消这个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结果到了5月22号的时候呢，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那现在正在就读的外国非应届毕业生，必须在72个小时之内，你要转学或者是离境，好，给你这2条路来做选择。那现在哈佛也不忍了，哈佛也要硬起来了，反击了。哈佛现在遭到禁收国际生，校长公开信曝光，提告川普政府哦。这个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艾伦哦，现在呢公开了这个信里面强烈谴责，这是一个非法而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行动，而且呢已经提到学校正式提出诉讼，那随后呢也申请临时限制令。那川普政府呢禁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美国的法官现在裁定暂停执行。好，法官他认为呢，他做出裁定了，特此禁止川普政府执行撤销原告的这些认证。那现在呢，川普为什么要对哈佛下这么狠的毒手呢？大家也想问啊，是不是打击反犹太只是借口，或者是要动摇美国国本呢？现在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说，这真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不少美国人表示川普是在利用政府打击政敌，排除异己，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打压，这让美国不自由到动摇国本的程度。那外国的学者认为这根本已经动摇大学自主的学术自由根本了。那更为大学减弱美国磁吸效应的人才效应了。那以后没人敢去美国读书了嘛，叫你走就走。那现在受到影响的是谁？比利时公主，哇，她也在哈佛读书，结果现在她学业也受到影响了，因为她今年23岁，渴望成为比利时未来女王的伊丽莎白公主，刚在哈佛完成第1年的课程，那恐怕她无法完成她接下来的学业了，拿不到毕业证书了。那比利时王室就出来讲话了。他也不太敢骂川普，就说我们正在调查情况，还是有点保留。那现在呢，川普下令要禁止哈佛收外籍生，全球一共有6800名的学生受到影响。那现在全球要抢着要了，
好，如果哈佛禁令真的最后成真的话，全球将掀起抢征这6800位的哈佛国际人才的风潮。那美国呢，势必也有更多人才出走嘛。到时候到了更自由的学术环境或来做研究，所以美国大学的学者生计受到威胁，让欧洲的政治领袖看到吸引国际学术人才的机会。那现在美国呢，禁收哈佛国际生，香港高校火速抢人，无条件录取。再加设这个奖学金，该校呢有意为转学生的学生提供无条件入学、简化入学，甚至包括程序啊、学术的资源，包括们顺利度过。那陆生占20%哦。这个哈佛大学被川普政府禁收国际生之后呢，大陆外交部呢强硬发声。那包括了路透社记者也讲说，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的部长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等一些因素，导致美方对哈佛大学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了，中方呢维持一贯反对教育合作政治化的一个情况美方有关的举动呢，只会损害美国的形象跟国际地位，对美国没有帮助了。那现在美国的电子产品呢，现在要进送到中国实验室来做检测，未来禁止呢交由国安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来做检测。那所有的电子器材呢，在输入美国之前呢，都要取得 FCC 的设备批准程序那现在北京也批评了美国 AI 封锁是单边霸凌，专家表示这个美国晶片政策呈自娱自乐。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的这个研究员梁怀新表示说，美国呢对升腾乃至于中国 AI 的打压，可以说是美国对中国晶片进行的卡脖子荒唐的连续剧的续集。那美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持续颁布新的这个指导方针意思在哪里？一直在遏制中国占领晶片市场，避免美国的晶片自娱自乐。那中国呢，在晶片的领域呢，正在从这个规则的追随者，现在变成自己技术的定义者了。怎么这样变成这么大的转变呢？中国在 AI 的论文发表量跟专利的申请量，现在已经领先了，证明中国呢正在从规则的追随者转变成为技术的定义者，动摇了美国对于自身科技霸权的永续性的信心。那另外呢，再来就是稀土的部分了。稀土是不是成为反制的王牌？现在学者点出说，中国的稀土提炼技术已经领先美国20年了等于美国现在落后中国20年了。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哈佛的这起争议？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川普好像跟哈佛有仇一样。对，他先是把他的22亿美金的补助直接给他停掉，那现在干脆直接说，你如果再不遵守我的规定的话，我就以后就完全禁止你招收国际学生，而且是现在立刻开始，马上要转学，对，就要要求他们直接滚蛋。那你说这是为了对付中共吗？其实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学生只占20%是，那剩下80%是被连带一起带衰吗？其实也不是，因为川普指控这个哈佛的，除了说他跟中国共产党密切往来之外，还指控他说他包庇这些反犹太分子、恐怖分子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看起来川普有点在报私仇的这种感觉。那还好，这个法官现在挺住了，暂时下了禁止令，暂时禁止这个命令执行。可是我必须说，这个法官第一个很有 guts 对。然后第二个，法官可能要考虑自己的安危。之前美国有一个法官叫杜根，就是因为川普的反移民这个禁令嘛，反非法移民禁令，结果那个法官判不可以去抓捕那个非法移民，结果那个法官就被逮捕。是，对啊，这个非常恐怖，要自求多福一下。对，所以这个法官会不会遭遇到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很难说，因为川普现在是杀红眼，就什么东西都跟你硬干。可是川普的这一招，其实会让大家觉得，第一个，这个跟美国过去所主张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学术自由不见了。对啊，这个非常非常糟糕，而且这个会造成非常不良的效应。第一个，你要知道，这次这个命令是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直接发布的命令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后会把所有的手伸进所有的校园，这个就非常可怕。凌驾在教育部上面对，当然是。所以第一个，这一些相关的势力不能进入校园的这个惯例以后全部都被打破。那第二个呢，很多国家以后就要开始思考，我还要不要去美国留学？因为这个很危险，因为美国政府随时可能对你做出任何奇奇怪怪的处置。是。你看，包括这个，连比利时公主的未来都不确定了，这还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这个美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伟大吗？川普一直在讲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广纳移民，把全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全部网罗到自己身上，才造就了伟大的美国。那川普现在开始在反移民之后，现在还拒绝其他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拒绝其他国家的人才，以后美国就会人才枯竭，越来越没有人才。哈佛这些都是顶尖的人才，是。那你看他这个消息一发出之后，各国在抢这些人才啊，你不要的时候我要啊，赶快来，用力来，是对啊。所以这种状况下，美国的人才流失是谁的优势？是这些他的竞争对手，欧盟啊、俄罗斯啊、中国大陆这些国家的优势。所以，川普不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是会直接促成美国的衰败。所以川普到底想不想得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事情？我看现在不管是欧洲各个国也好，或是习近平也好，或是普丁也好，大概都笑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家伙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然后自己还不知道，以为自己很得意。然后呢，他现在当然要全力围堵中国大陆，不管是晶片的发展也好 ，AI 的发展也好，但是他现在围堵的方式，在我看来更像是在促成中国大陆自成体系，而且你把它断绝跟这些相关的东西交流之后，你会让他自己去制定规则。是，黄仁勋其实最近也一直不断在警告这件事，你这样去进晶片，其实反而促成中国大陆的成长。川普如果看不透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川普就是美国衰败的开始。好，请教李教授怎么看呢？对，因为川普现在对哈佛的开刀其实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因为我觉得静音还是去年啊这个总统大选期间这个以哈冲突，我们看到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其实是有点风起云涌，很多大学是学生抗议示威、买锅造饭，那比较多的比例可能是比较同情这个巴勒斯坦。那在当时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去年在美国的参议院的听证里面，很多大学校长被叫去作证。那最后，因为校长在回答参议员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迟疑，或是走很多那种法律的术语，所以最后受到压力，辞职好多人。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哥大校长我记得也辞职，而且今年代理校长也辞职，宾大的校长可能是第一个辞职的，可能我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代表什么？代表这些大学校长在一个困境当中，一方面他想要向校园的员工学生展现说我尊重校园自主、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因为保守派包括川普阵营，包括国会议员说你没有办法维护校园里面的基本的秩序跟安全，还有犹太裔学生的安全。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才爆发出来。但是后面其实川普他顺便砍什么？砍这些学校，你还在做什么 DEI 多元什么这个平等包容政策的，川普根本不要。还有就是他更明白的指责是说，这些校园里面基本上是反犹主义的温床。那还有一个是有点是跟自己相关，因为老实说，大学校园里面通常会比较自由派一些。对那川普会认为说这些人过度太自由、过度酌情，所以而且基本上。这些校园抗议示威的支持川普的人本来就比较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不管是哈佛，或是不管是哥伦比亚，他的这个校风等等就是如此。那还有一个地方是，目前川普出的3招，我觉得也是希望集中要害。第一个是砍预算、砍补助，这个哈佛目前冻结22亿，哥大是冻结了4亿。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大学很有钱，有人统计说哈佛建校300多年，校务基金500多亿美金。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一点钱而如何呢？但是也不要小看，因为哥大被删减的4亿多美金里面，已经让他校园里面有一些计划，有一些员工跟雇员是直接是拿政府的预算，联邦政府的预算。是这个月应该也有180多人这个没有办法而解雇了。所以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就是剥夺这些大学的免税地位。所以有人说这要断金流，因为比如说企业校友的捐款，他可能也是图的是我能够免税，所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是你不能收外籍学生，就像刚才所提到，这个跟这个大学的学术表现相关。因为像哈佛这样的学校是世界精英中的精英，它不只是常春藤而已，它总能吸纳全世界第一流的人才来念书、做研究型的大学，所以这个对它的伤害其实是大的。所以连出3招，但目前来说，哈佛是
应该是暂时挺住，但能不能挺到最后，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因为川普的政府的一些透过联邦政府的工具跟权力来的又凶悍、又快、又猛。现在虽然有这位波士顿联邦法官巴勒斯出来，但是也要看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一些诉讼在走，还要往上走，最后可能还要看联邦最高法院一个判决。所以现在有政治上的攻防，有法律的诉讼。我觉得基本上川普政府想要做的是指标性大学先杀鸡儆猴再说。如果这些大学比较听话，能够就范的话，基本上可能会比较符合他的一个目标。是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古时候有一个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现在有川普大战哈佛。那我们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你川普最多任期也不过就是4年，那哈佛创校比美国历史还久。对。你短短的4年，你不过就是一个这个，当然你现在是总统了，贵为总统，但是说穿了，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角色。那你怎么去这个？我不相信你可以抵挡得住学术的历史长河，你绝对挡不住的。是，但是你这种作为，只有对美国学术造成伤害。我们不可讳言，我们看看美国这几所常春藤大学，它等于是说，因为它的学术自由，所以在这个尤其是2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可以广纳全世界的优秀的学子到这边来做研究，在这边来做求学，甚至于我们不可讳言，譬如说像我们台湾来讲，那时候最优秀的孩子都到美国去这个进修了，没错，这个台大毕业以后，对不对？去美国哈，大概都是抱这种心态。那除了说台湾之外，大陆上面也有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去。那读了书之后，他拿了绿卡，也就留在美国那边工作。那甚至于我们在讲其他，包括印度，这个国家也是一样。印度不可讳言，它14亿的人口，有很多是优秀的人才。其中我这边讲个笑话，曾经有一个印度的学生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这个要去入学嘛哈，那个教授麻省那个教授就口试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我麻省来？他答了一个理由是因为我的印度理工大学没考上，所以我才到麻省理工学院来。当然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晓得，但是你不可讳言，现在美国来讲，不管是矽谷或者是很多的科技业来讲，确实有很多印度的高阶的科技人才，人才是不分人种的了哈，包括欧洲那更是如此。那你美国你现在你川普现在居然将哈佛大学要驱赶出6800个外籍学生，你要知道，我相信这6800个外籍学生应该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学子才会到美国去哈佛去念书。对，那你现在把他赶走以后，这6800个，我觉得全世界应该其他的一流的大学应该热烈的张开手背来欢迎这些学校。我们全世界来讲，你看大学的排名，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包括大陆上面北京清华英国的剑桥这些，你不管是选择英语系或者是各种语系的学校，都有很好的大学。那你是不是让这些人才到这些学校去？到这些学校去就读以后，后续来讲，他可能如果说提供他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环境，这些人才将来就留在这边服务了。没错。那美国你如果说是你想要在科技业在上面，你想要在称霸全世界。可能就是因为你川普这个举动，如果后续来讲，你对其他的这种有名的大学，包括麻省啊，包括到这个耶鲁啦这些常春藤学校，你同样下这种重手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虽然只是历史上一个长河之中的一个小柱子而已，但是你这种举动会伤害到以后美国的所有的科技的发展、学术的发展，尤其是最不应该的。我们都一直在强调学术是要自由的，包括我们台湾学术都很自由，我们台湾警察都不可以进入大学的校园里面去。那你现在美国，你川普居然做出这种违反学术自由、违反这个世界人类的共同的普世价值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是让美国走向衰败的一个开始。当上一节我们也讨论了，这2天国际非常瞠目结舌的都是哈佛的事件。川普要对哈佛开刀，要求72小时之内，哈佛学生境外的部分6800人全部都要离开，或者是要转校。那么这个事情呢，哈佛大学除了采取法律的途径，这个法院的部分，联邦法院已经裁定暂停执行。但是校长再进一步的，这位是犹太裔的校长，他也公开的发了一封信，强烈谴责。他说这是非法而
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行动，并且提到学校已经正式提出诉讼，随后申请临时限制令，所以暂时的保住了这些境外学生的权利，暂停执行。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法院算是非常法官火速的就做出了决定，他认为这也是不符合这个任何的法规的规定。暂停禁令之后呢，我们比较一下，在台湾上段我们讨论到台湾大概有52名学生，我们政府没有加以抗议哦，只说我们随时可以欢迎回来，台湾各个学校可以等着招收，淡大可以招收，学校可以招收他们回来念书。那大陆的学生呢，他们占比有20%，大陆方面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公开做出了严正的抗议。他说，中美的教育合作是互利的，中方一贯反对将教育合作政治化、强硬的发生。那么，因为占比很高，中国学生取消机票啊、奔走求助啊，他们都纷纷的讲人生全乱了。我们在讲嘛，因为想要去念个哈佛、哥大啊这些学校，对很多孩子来讲都是一生中很重要的人生规划，甚至是梦想啊。想不到好好那个书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权益，现在到底要紧急取消返国，还是怎么样？还是像有跟牛津哦，有个我看到个家长在讲哦，本来呢是录取的哈佛跟牛津啊，考虑要怎么办？那现在是不是要回去牛津算了哦？那很多的人生那6月就要去办签证了，现在卡在当中，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佛被禁收国际学生，川普简直是太疯了哦！各种的言论讨论，留学生的家长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佛跟牛津选一个嘛，本来。毕竟怎么样，哈佛仍然是在国际上有数一数二的地位。现在大家都会开始对美国的学校产生了怀疑，因为川普接下来可能对哥大、对宾大其他学校也要开刀。那上海的某个语言学校的培训机构的家长说，原本准备送孩子去美国的家长啊，可能都会想办法换加拿大啦或其他的国家哦。川普这个做法也害到了2个。比利时的美女公主哦，他们正在哈佛念硕士学位，公共卫生政策的学位，现在被弄得他们也是外籍怎么样？他也是2+2都没办法数出来的什么哈佛学生吗？川普瞧不起的这些外籍生，现在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在学术上很有前景或者精英。现在大家都其实都很抢着要啊。例如香港科技大学也会无条件录取哈佛的国际学生。这位是已故的赌王，他的儿子曾经在哈佛演讲，他公开的讲，告诉大家就是说，建议你们学生要回国去发展，因为你们是最优秀的人才。听听他4月份刚好去在哈佛他所做的演讲。I had offers to stay here in the U.S. and I firmly believe that having the best education from the U.S. would really set me up well here. But in reality, I chose the other way around, go back to China. My suggestion is you should all go back to China. And I'm totally biased here because you guys are some of the smartest, most intelligent people that our nation has produced. You can go back.Totally leverage your relationships and resources that yourself and your friends and your parents have built for you. Don't let that go to waste. Build something successful. Ring the bell here. There's no difference in pride. You'll still feel just as happy. 川普的疯狂政策搞不好都已经看很稀松平常了，不稀奇了嘛。连他的儿子也一样。他的儿子呢，小川普。支持了一个运动会，叫做兴奋剂增强运动会，即将在拉斯维加这里要举行。从2026年5月21到24要举行的比赛，特别的地方是什么？运动员不需要接受任何兴奋剂的检验，而且在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之下，可以使用兴奋剂PED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投资这个比赛的呢，包括了有小川普啦，那各项单位，那因为有小川普关系就更被。不敢得罪嘛，要总统的儿子在这里办啊，结果多国的体育单位都已经发出了警告并反对。那么像这样的做法呢，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立刻第一个跳出来坚决反对。那么他认为，这样子。将兴奋剂美化为科技进步是不合理的。目前大概有90%的美国运动员都不受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约束。为什么只有美国可以？我们还记得在巴黎奥运的时候，把中国的选手特别看管，游泳队被药检将近200次，因为他们比赛会赢，就是表示他们有特殊的用药吗？
那用这种歧视的角度把人家一再而再这样子检验人家，其实也会影响人家身体的还有情绪上的各种表现。现在搞了半天，在美国直接要办不用兴奋剂检查啊，鼓励兴奋剂检查的运动会，是不是太讽刺了呢？那么美国人现在对川普的不满，在随着民调各种攀升之外，发现媒体上面的记录也会奇怪的消失。例如白宫网站上面很多评论以前都是以 YouTube 为特色，现在呢已经不再为公众提供全面的记录了，而只是选择性公布一些事情比较奇怪的事情都不见了像他骂大家笨啊，2加2都不会，我想这种一定不会出现。所以赫芬顿邮报的高级白宫记者说，白宫正在从网站上删除许多最疯狂的言论，那会不会删就没啦？都是疯狂的言论。其中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在广场上，美国的农业部大楼广场看到了2幅巨幅的画像，林肯跟川普挂在一起。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的大楼外面也横挂了这个非常大的川普的横幅。美国人认为太好笑了，越来越多美国人并不想看到川普好大喜功的作为，或者是他高高在上的俯瞰着整个国家广场。帅将军，这是你认识的美国吗？这个川普真是够疯了哈！这个哈佛建校到现在300年，比你美国开国还长。它是一个世界上是顶尖的大学之一。你要晓得美国的伟大跟崛起啊，跟吸收全世界的教育英才来贡献美国。你看到美国去，都是学霸级的才能考得起常春藤这个各个学校里面的顶尖学校，而这里面都是人才，而这些人才很多都是毕业以后为美国所用，所以美国不管在各方面能够在世界上能够称霸，跟他这个吸收这个教育英才是有关系的。你想我们在台湾培养一个大学生，花枝上千万都不止，而且还要有天分才能够进到你这种学校去。而且去10个里面可能有8个留在替美国在做事，所以他这种行为啊，只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做出这种非常不合常理的行动。他忘了一件事情啊，哈佛最有名的就是哈佛法学院。那今天美国的法界里面有多少哈佛学生？所以你这个禁令啊，一定会遭到法院的这个驳斥啊。但这种行为非常 crazy， 你知道吧？你造成很多国家的困扰。我跟你讲，现在在争取世界教育排名呢，都希望能够收到好的学生，不但不收你的学费，还包吃包住，还包你的这个零用钱，就是为了学校能够培养出，比如说诺贝尔奖得奖人啊，或者是某一个科技界的天才，对国家才有帮忙嘛。像川普这种蠢蛋做这种事情是自毁根基的一种做法。他还说人家可能2加2都不会算的学生来这里补数学。问题是他是2加2不等于1，因为这种是典型对学术界的一种污蔑，因为他没有很高的学历啊，对不对？他就感觉到是代表这种对高知识分子的一种歧视。第二个，可以用禁药。美国选手是最喜欢用禁药，他为什么要取消禁药呢？像美国游泳队拿很多奖牌都是用禁药，那用禁药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基本人西方人对东方人来讲，他体型就比较大，高大，你吃兴奋剂也好，吃那种助长肌肉的也好，对他们来讲可以增加很多的激励，所以比较容易拿到名次。为了这个，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可以取消禁药。这个取消禁药，就看我们好像是日本那个相扑选手，为了取得体重上的胜利啊，拼命吃啊，吃到这个人已经体重不知道几百磅，可是这种人对身体健康都有害处的。但美国一样啊，你让这种运动会里面禁药这种滥用，对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对运动员所创造的成绩是假的，被质疑的。这种是被大家所不赞成的，因为奥林匹克最大的精神是公平竞争，所以你这个禁药的突破，
就代表你奥运的精神整个就沦丧掉了。所以我讲这个疯子做的事情，非常人所能揣度。那老师在学校教书，看到哈佛的处境，应该特别。那我就讲教育。好，我觉得立国之根基就是教育了，不管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有东西还是从教育开始。所以我之前讲说，那像比如现在 AI 的发展，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强国需要强 AI 孩童教育》，从小长到大，什么教育就走什么样的方向。那今天哈佛大学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学校，非常的 top， 就很棒的学校哈。但是你要哈佛大学校长现在对川普所做的行为啊，就讲了一段我觉得蛮有道理的话，叫他是非法且没有正当理由。可是川普说他有理由哦，他有3大理由第一个他说你纵容暴力哈，第二个理由他说你反犹太主义，第3个呢他说你亲共。这3个理由我都觉得很奇怪。第一个，纵容暴力，请问什么叫暴力？我就想问定义在哪里？闯进国会山庄吗？对，进国会山庄嘛，你的暴力不算暴力，他自己解读。所以到底哈佛有什么暴力？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知道。学生抗议而已。对，那叫做暴力。所以这个定义很怪。所以这重点就是背后有特别的动机，要把它中间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你就是这种暴力，任何小事都算。第二个。反犹太主义这个东西，当然是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对反犹太人的这不满。当然，这犹太的这个校长也讲话了哈，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有趣到他的理由非常不恰当，而且最后一个叫亲共。当然，我不管他是不是最后是要抓这个所谓的你真正有亲共，因为他知道美国跟中国现在比拟大国博弈之下，他可能越来越示弱，在走 decline， 人家还在 increasing， 他担心他的未来不对了，有怕这种点金学校有人在背后，或者有些我们说不好听，有些资讯会真的是帮中国的这些优秀的这些学生。但是我必须说明，我们在美国待10几年，我们在那边当学生这么久，当然我当时耶鲁大学国外团我没有到那边去，我到了 Rutgers， 我们学校也是比美国还早。我们这种早期的学校都是很老学校，都比美国还早。那时候还没成立，美国1776年嘛，哈。那哈佛大概1636年，这么早的学校，好，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总统，你去告诉人家说亲共，可是我们在美国非常清楚，真正在美国的我们接触到的大陆人优秀的，其实8、9成都反共，反得不得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早期，当然现在会不会有变化，或者他看到什么苦路线索，我不知道。就是早期啊，说不好听一点。很多是因为有美国梦，真的到美国的人。那哈佛大学当然，你说熟不熟？我当导游或者怎样，我去了很多次，太多次。那我自己本身2017年啊，当没在那里，就在那边做访问学者 ，visiting scholar。那我在想，你今天禁收国际学生，你要不要？我在想，你会不会也禁聘国际老师？当请我去了韩国老师或列老师，是不是要聘掉？有要限制的意思。我跟你讲，美国会读书的都是外国人。我想很多东方面孔比你西方面孔的会读书多了，所以这些 top 的都是。我跟你讲，东方人很多，韩国、印度、台湾、中国都有。你今天干脆都不要算了。那请问这样的一个未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在这件事件已经看到美国真的要衰败了。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真的是美国一个最大的价值的损失。最后损失的一定是美国，还有你川普一定会自受损伤，你自己会被伤害，因为这个东西非常大呀，非常重要。我必须讲一下，美国是什么？美国也是我刚讲1776年成立的多元种族的民族，从英国最多到美国到13州，慢慢大了。好，那什么叫做美国人？讲不好听就是多元的。而美国今天有今天的强大，最重要的是他在 NASA 也好，在甚至矽谷华尔街有多少不是你真的西方面孔？这些人是精英撑盘你美国，你现在要把它砍。我说不好听一点，你自己那我就讲一件事嘛，我们不多讲多，劣币驱逐良币。你川普，我不知道，我也不要讲你是劣币，你要带什么样的人要把这些良币驱到国外去？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在招手欢迎这些精英回来啊！我跟你讲，中国不是当时就是一直希望那个真的优秀的人回到中国来帮他做航太、做军事等等嘛，你先把人家赶走，刚好人家接你。美国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要衰败了。真的，因为至少美国给大家的感受是整个社会氛围越来越冲突，越来越对立，而且总统随时都当儿戏一样做各种政策，连学术自主这件事情都可以践踏。对，我觉得现在美国啊需要一个李斯写一篇谏逐客书啊，不要把这些人才给赶走。那确实啊，今天川普这个想法啊，你看看又跟关税一样，他不是说好像中国威胁很严重，说禁止中国学生。
他是全部对呀，他这完全没有歧视哦，好朋友，好，欧洲国家的学生照样进。比利时的公主，对，那我自己台湾，我在台大的以前一个学生就在那边等了，现在他已经本来8月要去了，要去读那现在就我昨天晚上问他说到底怎么样，他说只好再慢慢看了。那至少现在美国的法院是做出来说不能暂停，不能这样执行。川普一定是有这种反制的这种思维他没有办法接受，好像哈佛大学那种比较独立这个有自由思想的。我们过去看到，我觉得哈佛大学校长跟当年北大蔡元培是一样，就是还能够挺住。那我觉得哈佛如果不挺住，真的没有别的学校能够挺哈佛挺住，那我觉得下面就大家会回头来检讨川普。那我刚刚又看到那个想到那个传统基金会，我很难过。我自己去拜访过多少次，我们每次去华府智库交流，一定去。你现在挂一个他那个照片，我觉得就是在搞以前你批判共产党搞这种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ult 伟人，就是以前就是他们批评俄罗斯前苏联跟中国，就是说搞毛泽东在搞个人崇拜嘛那你现在川普难道不是吗？然后另外农业部，你把他跟林肯摆在一起，对不起林肯任何历史学家，我读美国历史，任何美国历史学家评论美国40几位总统，第1名永远是林肯，第2名永远是华盛顿。第3名可能是小罗斯福，这3个大概都不太会变，后面有些排名有些调整。川普上一任做完的时候是排名最后的，他很不爽那你现在把第1名，刚好是不是第1名到后面绕一个圆圈刚好站在一起是这样子摆法吗？我觉得美国让我非常失望的就是你的学术界应该是蛮有良知的。怎么也跟着川普在他的那些支持者在搞盲目的个人崇拜，然后很多的话我真的都听不下去了。对于什么卢比欧啦或者范斯在这个内阁会议上面讲的话，真的是也只有川普这种人他需要这样子听这种话，别的领导人我想听大概也觉得受不了，都觉得不舒服嘛，因为这个不会可能是真的。那川普你看还没事去勒索各国领袖说你也可以送我一架飞机，我也欢迎。我觉得公开在搞贪腐，然后他的这个加密币也是一样，我觉得这整个美国的那个堕落就可以从没有人去谴责川普那种重要的领导人，变成是一个，我觉得以后他们都要算，我都要算这些人是共犯。就是美国如果从今天开始衰败，你们都是共犯，因为你们没有出来谴责川普。3年多以前，我到矽谷去参访，看了特斯拉的工厂，非常严密security 什么都不能够外露。当时看到它里头的全自动化啦，还有整个生产的能力，觉得哇佩服，真的很厉害。但是今天在马斯克面对 CNBC 主播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了，他过去可能瞧不起过比亚迪，瞧不起过小米，现在当在被问到中国是否已经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上超过美国了呢？他回答，虽然美国在创新能力上仍然有优势，但是我认为在中国，许多中国以外的人并不了解中国的强大。中国确实是不同寻常的，光是它的竞争对手比亚迪，还有小米等等各种各式各样百家争鸣的电动车，都已经让矽谷上面看到的这个汽车的产业都已经觉得哇，会不会产生被超越了的感觉呢？而川普非美制造的威胁，就是要大家全部都要到美国来设厂啦，只要不在美国设厂，通通都要瞌睡。其中 iPhone 就是如此，苹果当时就当了扑克的面要求他你不能到印度去设厂，结果是不听话，所以川普放狠话，他在 Truth 上面他的 social 的社群直接发布，我老早就告诉苹果公司的库克，我希望他们在美国贩售 iPhone 是产自美国的工厂，假如你不配合的话，苹果必须向美国缴纳至少25%的关税。不止苹果，川普也要求三星这些手机制造商来美国一起设厂，否则一起科25%的关税。库克继续宣布还要在印度制造 B 计划，是不是破功了？不知道，但直接被川普这样一搞市值直接蒸发了近1000亿美元，苹果股价
重挫3个百分比，市值一直在蒸发当中。川普本个月公开表示的这个跟库克之间的一些小问题，是不是因为多次访中呢？其实大家想想也知道，库克在选举期间是支持民主党的，所以虽然他当选之后就职典礼不是大量的，还是赞助他的就职典礼吗？但是赞助再多钱，仍然在那个就职典礼的晚会坐在最边边角角的位置，就知道川普有多记恨。所以接下来 iPhone 是不是在行情上会卖破到11万这么高？分析师示警，美国制造本来成本就很高，如果现在不是加关税的话，就算在维吉尼亚州纽泽西这里盖晶圆厂打造的话，至少$3500的 iPhone 跑不掉。美企的巨头接连到哪里去？北京啊，小摩 CEO 直接宣布啊，美方根本不想脱钩。那这个是有玉渊谈天的报道啊，呆萌这次在北京的行程里明确提到，因为大外美企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还是想办法嘛。那但是花旗凯雷高层到大陆去呢，都是由何立峰正式高层的来接见，双方都围绕在中国经济情势啦、深化合作来发展啊。这是不是美国也一直反方向把企业一直往外赶啊？连美国企业都觉得美国到底是要回去设厂呢比较划算，还是到往外其他国家去呢？那川普大刀砍向了进来一直都是朋友欧盟过去他的好朋友啊，现在跟中国开始谈，马上新一波谈判又要开始。川普昨天也是无预警突然宣布，我们已经订好欧盟协议，他说我们不用再谈了，不用再要沟通了，不用谈判的，直接已经协议结束，我们从6月1号开始生效，科欧盟50%的关税。从6月1号开始生效，如果企业选择在美国设厂，就可以免除关税，最好是可以这么快啦。反正他说协议都不用协议啦，定好了啦，就是不用谈了啦。厂商在美国设厂，否则的话就是50%。他讲得很难听，他直接说欧盟根本联合起来就是要对付美国、欺负美国、占美国的便宜的。所以川普向欧盟这个5%关税，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川普认为欧盟所提出的谈判条件品质不比其他国家，希望川普这样的做法会催促欧盟。可是他不是说定了吗？那意思是说还可以谈，赶快把条件上供再放进来吗？不了解啦，看起来财政部长本来是还希望有和缓的空间啊，欧盟就立刻警告了，说强调欧盟仍然致力于跟美国达成互利的协议，警告随时准备捍卫自身的利益。川普把枪口直接对准布鲁塞尔，欧洲形容叫做运气耗尽了嘛。今年前3个月，德国经济成长了0.4%，其实是原本估计的2倍了哦。因为本来应该被认为在川普生效的一大堆措施里面可能会出问题，但欧洲的运气可能用完了。在这个美国媒体的分析里面，认为川普抛出一个摇摆不定的论点，指责在欧盟的部分缺乏自我意识，非常难以打交道。怎么办呢？连当时欧洲是跟着美国一起对抗中国的，现在法国第一个马克龙跟谁聊？找习近平聊啊。还有习近平不是一直川普说想通电话吗？看起来都先跟欧洲的法国啊、德国先通话了，还有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啊，双方都说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中欧关系改变了吗？忘掉欧盟，英国是第一个跟美国签下协议的人。现在英国企业说想跟中国进行贸易，重新要进入英国的10大出口的目的地。所以美国的做法，将军看起来似乎从马斯克啦，从其他美国的企业的这个观点里面，都跟川普不一样。商业界有个铁律，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讲良心话，苹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可以讲在全世界里面，无论它的知名度啊、霸占率啊，都相当高的。结果你要它不能在中国做，不能在印度做，它的成本到美国做的话，它注定赔本。所以库克跟中国厂商接触，这是必然的。你想逼他回美国生产，可能是办不到。同样的，要逼三星，对不对？我讲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嘛，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嘛。三星搬到美国去，同样也是做不起来。再加上美国商人虽然是怕你民不跟官斗啊，但是他还是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
小摩啦各种，他都要为自己的企业要做打算。讲起来，马斯克是在中国先创造电动汽车的工厂，他对中国电动车是有贡那个献，全自动化非常厉害。而且马斯克对中国的市场非常了解。今天被他的徒子徒孙打败，他心里有数。小米啊、比亚迪啊起来，他看到这个趋势，他还提醒川普：“你不是要搞 AI 吗？我告诉你 ，AI 的燃料就是靠电，没有电谈不上什么 AI。”他已经预告美国的电力比中国要差2倍半了。那中国有充分的电力，又有充分的 AI 人才，连黄仁勋都承认，中国大陆的 AI 人才很多。所以你未来要想在 AI 市场上跟中国斗，人才人家不缺，电比你更便宜，所以这个斗你也是输的。所以你现在看，川普疯到什么程度啊？原来还可以去笼络欧洲，欧洲跟他 G7 向来是他的老的 partner。2次大战以后就是重欧轻亚嘛。今天为了一个关税跟欧洲所有国家翻脸了，那欧洲国家德国伤得最凶，因为德国是靠高价的轿车能够赚到这个钱，那你课上关税，德国就不要混了。还有一个说日本，所以未来的贸易谈判里面，除了中国硬杠以外，德国跟日本一定会杠，因为日本如果汽车关税交了25%，他也不要混了。所以欧洲国家，包含英国开始跟中国打交道，德国跟中国打交道，法国跟中国打交道，可以讲，川普是把自己一手建立的美国的友人圈子，通通推给中国大陆，朋友圈换人，所有朋友都得罪完了。是，所以这些朋友30年来在美国搞的所谓认知作战，把脏水泼成中国多么贫穷恶劣、独裁。现在中国大陆一个开放政策让人家了解，最主要是经济的形势逼得欧盟必须跟中国合作。所以川普我讲真的是习近平派去的卧底的，美国要搞垮不是 great again， 是 falling down again。聂老师很忙啊，好像想说是不是哈佛学生跟你求救啊，在忙着接电话。怎么看现在美国这些现象啊？抱歉，因为我有进一个小旅馆，客人是这样，很忙很忙。我先讲一下马斯克这边抬摇头，战强大非比寻常。Elon Musk 呢，在量上，在2年前，2003年突然比亚迪爆量，销售额远超过特斯拉，他就吓到了。他又发觉在值上，现在全世界的新能源电动车，中国比亚迪全世界销售又便宜又好。当然你也会想到 GPT 啊，这个 DeepSeek 嘛，又便宜又好，所有东西都这样子。你把人家银河号断航以后，人家自己做北斗卫星，做到比你所有的送到全世界覆盖发短报文，比你的又好，只是你一直围堵你的联盟国家不让中国用而已。中国就浅浅的做，他一直在锻炼身体。有一天突然把衣服一脱掉，肌肉竟然那么丰厚，这是马斯克讲的非比寻常。我要讲中国现在是全方位的完整的配套的胜利。我不是要帮中国讲太多的好话，你要去你就会知道，我们并不是光讲它那个所谓的电子支付啊、digital 这个payment 这种 DP 这种概念，或者全部的电动化。我跟你讲，我之前就听到我们世界的未来3大东西：大数据、大屏观，还有虚拟世界。你看全世界现在谁最强？好，当然有一些东西美国是扣在最高端的一些设计等等的。请问中国做到了这么多人口全部养活，有3个最重要的术语，我念给你听：水，北方的水，南水北送，这是大家知道；电，东方的电，东电西送，大家也知道。还有一样东西，现在所有10几亿人都在玩 data， 啪数据。过去一个大地震，我跟你讲，你要打给你女朋友，打给你家人，全部 block 住，不通，太窄频宽，全部堵车。空中这个虚拟的堵车世界，可是中国做到不堵车，它所有的数据在东边这么10亿人到哪去了？西送到新疆，全部的云。我跟你讲，东数西算，这是很可怕的算力。我跟你讲，这个很可怕。马斯克看到所有的东西，我讲配套的，不管是北斗卫星，刚讲船舰是001、002、003、004号出来，用电磁弹射，都把美国吓到。再来，我们最近讲 ChatGPT 被 DeepSeek， 就我们不要讲说压制。
最近一个印巴战争，不是光一个第4代歼10就让全世界来采购吗？因为它真的是配合上它的这个所谓的北斗卫星的定位，让它全方位太稳了。我要讲是中国的这个基建啊，不是铁公鸡节，包括整个科技基建，让马斯克看到，所以呢，马斯克发觉不太对，对，讲到他太强大。其实马斯克一直想跟中国合作，没有人可以说中国不落后的啦，但台湾人很多人还在说中国落后，不会骗你。我们要自强自立没有错，但是绝对不能小看别人。好，那我现在讲另外一块哈，当然我要讲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还在分析未来的太空世界。大家知道，去了解一下去年那个嫦娥，大陆的嫦娥1号、2号、3号到5号的时候哈，还被美国笑，说你到大陆月球抓不到人，我们抓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矿产。结果他们嫦娥6号飞到月球的背面，抓到矿石说你搞错了，没有搞错了，糗了美国一顿。人家都做到这样子这么完整，连太空站都做了，这是了不起啊！我就讲一个就好了。现在世界真的是2个村庄，过去这村庄非常大，朋友非常多，这叫民主联盟。这个老大村长或者就村长就美国嘛，他动不动就互动引攀，来开会。现在这些朋友我跟你讲哦，他现在要打别人，他先打了自己小弟，你不听我就打你哦，你要跟我一起打。结果每一个被他打的都不高兴，都想到这边去了。结果这边的原来没有那么大，被搞到最后大家都跑去了，欧盟也去了，加拿大去，中国真的会越来越多朋友，美国会越来越少，就有种团灭的感觉。严老师，我讲就是说我们以前在研究，就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他们这些工厂在开发中国家，在中国、在越南设立的时候，他们这些国家，包括过去的台湾，我们生产的这种名牌的鞋名牌的什么这一类的衣服，自己的工人在做，但是买不起他们的产品，因为后面那个价格很高。事实上，我们以前就在笑这个，就是说你们剥削这个东方国家的这些新兴国家的工人，结果他们帮你们做这么漂亮的鞋子，他们买不起，以他们的薪水根本买不起。好，现在同样的状况你川普把这一些制造业要搬回美国，你看光一个苹果以后就会，如果真的要搬回去这么贵的话，美国的工人来做，以前美国的工人为什么生活还不错？是因为他们买了很多大陆制造的一般的产品，大家都享受到低利的好处。那你现在如果说今天要搬回去，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要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收了这么多关税，我看不到你是要照顾真正的工人阶级因为我看了你最新的这个预算，全部都是砍富人的税。你其实就是在正是健保给付这一块，大而美法案，对这一些所有的社福，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川普是把钱往上面上层阶级搬，即使他今天把这个产业制造业搬回美国，我也不觉得他今天会照顾到下面的工人。所以这个是川普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大家应该要看破这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认为美国人好像不会，那你先要谴责这些 CEO， 要求他们付更多的这个第一个给工人的钱要多，第二个你们的利润为什么都比亚洲国家要高这么多？你们的薪资为什么？我们以前学日本说，为什么日本可以竞争？因为日本的 CEO 那个薪资没有像美国那么疯狂就是他可以是工人的几倍几10倍、20倍，美国是上1000倍的，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一点川普应该要认得。那再过来再看，就是刚刚练老师提的，你今天把你的朋友不断的推出去，你看你对欧盟搞一个50% 的关税。我当然欧盟我也讲，过去欧盟曾经被人家认为是一个叫做 Euro Fortress， 说它是一个堡垒好像也是大家进不去它的，但它自己在里头也是内循环嘛，那它也不是完全需要你，可是确实欧盟跟美国的贸易还是一个蛮重要的，那你应该拿这一个东西要跟欧盟，就是如果你今天还希望有一个朋友的话，还希望欧盟帮你在欧洲或者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国际组织当中站在你这一边，你至少要很客气的跟他们来往，不是我觉得川普没事就是我们英文叫 belittle， 就把人家贬低、很贬义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没有人想跟他来谈了。